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地方债务高企的背景下，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从西南重镇重庆传来。2024年8月28日，重庆市璧山区政府发布了一份红头文件，宣布成立砸锅卖铁工作专班。这个看似荒诞的名称，却反映了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的严峻财政困境。重庆璧山区政府办公室发布的这份文件题为《关于成立重庆市璧山区砸锅卖铁工作专班的通知》，文号为璧山府办2024-26号。这个专班由政府多个部门抽调专人组成，组长由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田中担任，副组长则是区财政局局长侯永梅和区国资中心主任韩燕。专班的职责令人瞠目结舌，制定工作方案，明确实施范围，确定资产包，建立价格决定机制，完善奖惩措施，推动项目落地，开展政策宣传，以及与砸锅卖铁相关的其他工作。这意味着璧山区政府已经做好了变卖一切可能资产的准备。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璧山区财政局工作人员证实，砸锅卖铁工作专班已经开始运行。这个消息在网上迅速传播，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担忧。然而，重庆并非孤立。随着消息的扩散，网民们惊讶地发现，砸锅卖铁这一极端措施正在全国多地蔓延。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早在2023年8月就传出市政府下发通知，要求严格落实砸锅卖铁方案。虽然该文件的真实性尚未得到官方证实，但其措辞之激进令人震惊。文件称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挺过难关，展现出地方政府的绝望处境。除此之外，福建省泉州市、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等地也相继出现了类似的文件。这种现象的广泛存在，让人不禁怀疑是否有来自更高层的指示。事实上，早在2023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就印发了《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及著名的47号文。该文件将12个省份列为重点关注对象，要求他们砸锅卖铁，全力化解地方债务风险。这12个地区包括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和宁夏。这些地区大多位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却承担着巨额的地方债务。以贵州为例，据2023年的数据显示，该省的债务率高达 93.6%， 远超警戒线。而重庆作为直辖市，其债务情况同样不容乐观。砸锅卖铁这个粗鄙的词语是如何进入官方文件的？追根溯源，我们发现这一用语最早出现在2024年初的中央文件中，当时的背景正是为了化解地方债务。有分析认为，这一用语可能源自某次高层内部会议。虽然在公开讲话中尚未出现这一措辞，但在落实相关指示时，地方官员经常以砸锅卖铁来表决心。在一些地方政府的工作报告和文件中，砸锅卖铁这一表述频繁出现。例如，在云南的一篇经济思想调研记录中，就出现了不管多难，砸锅卖铁也要干这样的表述。另一个西北省份的高级官员在一篇文章中也提到要以敢死拼命的精神、砸锅卖铁的决心，向最后贫困堡垒发起总攻。这种表述的广泛使用，反映出中国地方政府面临的财政困境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根据中国财政部的数据，截至2023年底，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已达 35.3 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当年 GDP 的 30% 左右。而这还不包括大量隐性债务。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如果将隐性债务计算在内，中国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率可能高达 GDP 的100%以上。
这意味着，即使把一年的所有收入都用来还债，也无法完全偿清。在这种情况下，砸锅卖铁似乎成了地方政府的唯一选择。砸锅卖铁专班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发轩然大波。在微博、知乎等平台上，相关话题阅读量迅速超过数亿次，评论数以10万计。许多网民表示震惊和不解。有人调侃道：“这是要把政府大楼砸碎当废铁卖吗？”更多人则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一位网友写道：“按照他们的尿性，大概率砸的是老百姓的锅，卖的是老百姓的铁。”这条评论获得了超过10万个点赞。另一位自称是国企员工的网友则担心道：“国有资产又要被贱卖了。上世纪90年代下岗潮的悲剧不会重演吧？”这种担忧并非没有根据。在1990年代末期的国企改革中，大量国有资产被低价出售，导致数千万工人失业。与此同时，许多评论批评政府行文越来越粗鄙。一位署名语言学教授的用户指出，砸锅卖铁这种市井俚语出现在正式公文中，反映了官方语言的粗俗化趋势，这与政府应有的庄重形象极不相符。然而，也有一些网民表示理解。一位自称是基层公务员的用户写道：“大家别只顾着批评，要知道现在很多地方连公务员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这种情况下，砸锅卖铁又有什么办法？”要理解砸锅卖铁这个词的分量，我们需要追溯其历史渊源。在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中，铁锅是家庭最重要的财产之一。早期的铁锅由生铁铸造而成，相对脆弱，一砸就碎。因此，砸锅这个动作象征着一种极端的破釜沉舟的决心。在中国历史上，砸锅卖铁这个词多次出现在重大历史事件中。例如，在抗日战争期间，许多普通百姓响应政府号召，砸锅卖铁支援前线。当时的口号是砸锅卖铁，抗日救国。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中，砸锅卖铁又一次成为全民动员的口号。毛泽东曾说：“全国大办钢铁，家家户户都要参加。”在这一号召下，全国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狂潮。农民们纷纷砸锅卖铁，将农具和生活用品投入土法炼钢的土高炉中。这场运动最终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大饥荒。如今，砸锅卖铁再次成为官方用语，不可避免地唤起了人们对那段艰难岁月的回忆。对于经历过大跃进时期的老一辈人来说，这个词所代表的历史记忆尤为深刻。它不仅象征着一种极端的经济措施，更承载着一段充满苦难和教训的历史。这种历史的回响引发了许多人担心，在当前经济面临挑战的背景下，过于激进的政策是否会重蹈覆辙。尽管官方将砸锅卖铁描述为化解债务的必要之举，但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人士对此持批评态度。一些知名经济学家指出，砸锅卖铁式的资产变卖可能会带来短期的现金流，但长远来看，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他们认为，地方政府正在出售能够产生持续收入的优质资产，这只会让未来的财政状况更加困难。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位教授则警告说，这种做法可能会导致国有资产的大规模流失。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一些地方官员可能会利用砸锅卖铁的名义，将优质资产低价转让给关系户。更令人担忧的是，砸锅卖铁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有报道称，一些地方政府正在考虑提高公共服务价格，包括水电、公交和医疗费用等。还有传言说，一些地方准备动用住房公积金和养老金来填补财政窟窿。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财政部官员表示，目前的情况确实很严峻，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但砸锅卖铁绝不是长久之计。我们需要的是深化改革，优化收入结构，提高财政效率。砸锅卖铁的口号再次响起，无疑给中国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